中国企业突然向老朋友乌克兰索赔287亿，究竟是为何？乌克兰又是如何欠下中国这么多钱？美国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中国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规定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厅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而且还要求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乌克兰违反中乌双边投资协定，向申请人充分补偿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超过45亿美元，相当于287亿人民币。此消息一出，也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因为这次是中国官方媒体罕见地追踪了中国企业对外索赔的过程。同时，中国国内的网友都纷纷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下。原来与中国企业产生纠纷的这家企业是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而马达西奇公司成立于1907年，公司总部位于乌克兰扎波罗热市，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商之一。而且早在苏联时期，马达西奇就被称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和动力沙皇，其产品覆盖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和桨扇全型谱，广泛装备于100余款机型上，产品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马达西奇自从1916年制造出第一台 M100 航空发动机至今，马达西奇公司就发展成为世界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巨无霸企业。不仅是在设计制造和生产工艺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企业文化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内涵。由于马达西奇公司如此注重安全生产，这就使得马达西奇公司做到了近50年来从没有发生过一次航空事故是因生产的发动机故障而造成的。而中国也是看到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在发动机上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所以中国就想要与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合作，一起来研制飞机发动机。因为中国在发动机的技术上常年来一直受到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打压，因此在飞机发动机的发展上十分缓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在飞机发动机上的封锁，也就说明了飞机发动机的战略重要性。因此中国也是在积极寻求打破美国在飞机发动机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也是正在不断需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然而刚好也是有发展的契机，使得马达西奇想要与中国合作。因为在2014年之前，马达西奇公司发动机最大的买家一直都是俄罗斯，但由于克里米亚危机爆发，这就使得俄罗斯和乌克兰彻底闹僵，成了死对头。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马达西奇公司一下子就失去了最大的客户，这就是给马达西奇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境，甚至面临濒临破产的困境。然而这就使得马达西奇公司不得不向外求助，这时中国就站了出来，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在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的牵线搭桥下，2016年马达西奇与中国企业北京天骄达成收购协议，中国企业将用2.5亿美元收购马达西奇公司，并占有马达西奇公司56%的股份。对于中国和马达西奇公司的合作，在当时也是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都认为这笔交易很不错，因为中国可以填补在飞机发动机领域的空白，而乌克兰可以重启自己的企业，对双方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但是本来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而且中国的企业和马达西奇都能够通过这笔交易达到各取所需的目的，也是两全其美的一件事儿。但是看似很好的一件事儿却被美国给搅乱了。原来美国暗地的在乌克兰挑起颜色革命，这样的后果就是使得乌克兰本国的经济一落千丈。这时美国就采取其一贯的伎俩，就是以装好人的方式来胁迫乌克兰，假意答应给乌克兰援助，而美国实际的目的则是为了阻止马达西奇公司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而在其中从中作梗，以此来达到阻止中国收购马达西奇公司的目的。而对于美国这样的从中作梗，乌克兰政府却选择站队美国，也不管马达西奇公司的死活，并且持续给马达西奇公司施压，阻止马达西奇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甚至还做出了将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强制收归国有的决定。而对于乌克兰的这一行为，也是使得中国企业感到很气愤，因为中国企业此前还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乌克兰政府的这一行为，也是使得中国企业此前在收购上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而且对于乌克兰政府这样的行为，真的就是打着国家政府的旗号，干着合法抢劫的勾当，这也是为国际社会所不耻的，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完全没有在诚信和互利互惠的前提上。乌克兰政府这样的行为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这也是中国企业如此气愤，要将乌克兰告上仲裁法庭寻求说法的原因。而乌克兰为何敢这样对待中国的企业呢？是乌克兰的真实意图吗？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乌克兰自己下决定做的，因为和中国搞僵对于乌克兰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而后面的始作俑者还是美国。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执政能力来看，其似乎并没有胆子敢在中俄头上动土。那么谁又是乌克兰这一系列行动背后的推手呢？显然就是美国。而美国选择在中国收购马达西奇公司的问题上从中作梗，一方面就是希望中国最终不能获得马达西奇公司以及其所掌握的相关技术，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国来和自己平分航空市场的这份蛋糕，美国想要的就是自己独霸飞机发动机市场，以使得自己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就是想把乌克兰拉到自己的阵营内，而且美国在乌克兰内战的问题上一直高调宣布支持乌克兰的所有立场。同时美国还表示愿意为乌克兰提供援助，而这些援助项目就是提供贷款给乌克兰买武器，而这显然是美国设定的陷阱，这也是美国一贯采用的惯用伎俩。因此美国也是屡试不爽，而最后乌克兰也是要为自己这样的行为付出代价。等到最后意识到是美国的陷阱后，可能已经是后悔莫及了。而美国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拖垮马达西奇企业，从而使自己从中获利。而马达西奇公司也是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已经是完全陷入困境。对此有专家说，马达西奇公司已经失去未来，而中国企业对于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的维权之路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所诉讼的赔偿损失也是从最初的35亿美元变到如今的75亿美元，这也是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次马达西奇事件之后，中国也是真的要和曾经的老朋友撕破脸了。中国国内对中国企业索赔到底的呼声很高，要求本就陷入经济困难的乌克兰要赔付287亿人民币，1分钱不能少。很显然就是在教训乌克兰。乌克兰选择站队美国，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却并不会帮助他们。这次的索赔就是要告诉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这就是站错队的代价。